为了来到想象中的天堂，我转机2次，飞了14000多公里，逃离到印度洋上的小岛。我幻想着，只要来到远离尘嚣的马尔代夫，这儿的水清沙白就可以暂时消化所有烦恼，让我重新振作快被工作燃尽的身心。但我真的能获得片刻的平和吗？马尔代夫和大溪地相比，哪里更美好？美好的背后又缺点什么呢？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海岛日记。视频最后会分享在这个烧钱天堂的省钱小招。经历了漫长的旅程，到了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。第一次来马代，选择了快艇40分钟左右能到达的度假岛。当天被幸运之神眷顾，因为另一对客人的飞机晚点，我们独占了整个双层游艇。马尔代夫有大概200个有人居住的岛，一半的人口都住在首都马累，另外还有100多个一岛一酒店的度假岛，包括我们现在正要去的岛。经历了跟白莲花度假村一样的欢迎仪式，我们跟着管家 Z 踏上了北马累环礁东北端的 Fairy Islands。 只看外表，完全想不到这儿的4个岛完全是人工规划建造的，包括2个度假酒店岛、公共社交岛，还有员工住的校园岛。但在上面逛的时候，就会很快发现这里的动线过于顺畅。到了岛的一端，20多间水屋像光环一样环绕着飘在中间的圆形水疗馆。讲真，是这儿的水屋设计吸引了我选这个岛。它没有采用传统的热带茅草屋的形象，而是用了现代简约的椭圆线条。原来出自设计了很多安曼酒店的 Carrie Hills 事务所之手，果然风格很出众。让咱们看看大师设计的房间里面怎么样。开门见海是水屋的精髓，150平米的圆形房子被分为3部分，屋里的空间大而通透，前面是带有禅意的居住空间，大床正对着海，后面是干湿分离的衣帽间加卫生间，感觉像是一个迷你的水疗馆。尤其是这个又大又明亮的淋浴间，实在是深得我心。但最出彩的当然是室外的空间，弧形的无边泳池把外面的西湖延伸进来，下面有直接入海的阶梯和晒太阳的网。贴心的是，外面的淋浴可以直接通往室内的淋浴间，方便于游完泳以后洗干擦干再回到居住空间。打开通往室外的玻璃门，室内和自然就融为一体。无论是空间安排还是装修风格，都非常符合我的审美追求。房间里放了水果、小吃和香槟，岛民的生活正式开始了。那在这个小岛上能做些什么呢？酒店提供了每天不同的活动表，我立刻开始勾画出有兴趣的事情。虽然嘴上说来这儿就想无所事事，但内心实在是没法纯躺平的中国人。看到傍晚有追海豚的活动，立刻报名，5点半在码头集合。简单注册，登上了这种当地非常日常的船，叫做 Doni。当地人用它捕鱼、运货、通勤，当然也可以改装成带游客的船。之后几天，我几乎每天都会坐着它出海。听英文口音，向导 Lily 似乎是中国北方人，古铜肤色，在马代已经工作了10多年。出发时，他说遇到海豚的几率是50%。幸运的是，船还没开出多远，就遇到了一群。这一带最常出现的是 Spinner 海豚，体型小，嘴比较长，喜欢成群结队的出现，喜欢 social， 会跟着船一阵子。有时候跃出水面时会在空中旋转，所以 Spinner 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的贴切。另一种是 Bottlenose 宽吻海豚，体型比较大，没有 Spinner 那么社牛，看到的几率会小一些。这些海豚白天在环礁内休息，晚上会去外海捕食，路线比较固定，也就是为什么追海豚的船会在傍晚出发。在晚霞中，看着一群群海豚以同步的韵律向同一个方向游去，通过跳跃沟通协作，聪明地借着船头推开的水流滑行。我惊叹于他们群体内天生的默契，而我竟然能够亲眼看到这样优雅的天然表演，实在万分感激。虽然不以干饭岛出名，丽思卡尔顿还是有不少餐饮选择的。
一起快速吃一遍每个餐厅。第一天晚上，管家安排了意大利菜，即使平时不爱吃沙拉，旅行中也要尽量补充蔬菜纤维。烤鱼和意面都还不错，这儿的昼夜温差非常小，晚上也很闷热，所以食欲不振。早早吃完回家睡觉。夜床服务包括2颗美味的巧克力和一个可以听睡前故事的书签。第二天一早回到同一个餐厅，选了有空调的室内。早餐可以单点或者自助，便当君在糕点站前挑花了眼。这儿的一顿早餐应该可以挺饱一天。沙滩上的休闲餐厅提供地中海风味的午饭和晚饭，不吃饭也可以在这儿找张躺椅喝饮料。在午后，即使坐在树荫下也会觉得太过闷热，但氛围、景色和食物都无可挑剔，是岛上我最喜欢的餐厅。希腊风格的烤鸡肉串鲜嫩多汁，现在还会流口水。下院是一家新加坡米一中餐厅开过来的分店，本来很期待在马尔代夫吃到烤鸭，但被$350一只的价格劝退，而且2个人也实在吃不完一整只烤鸭。好在其他的菜也很不错，点心拼盘尤其出色，在热带小岛可以吃到品类丰富的中餐，已经很满足了。最后一家是日本风味的餐厅兼酒吧。每天傍晚，这儿会举行日落仪式，岛上的晚霞美得让人叹息。这家的鸡尾酒也特别出色，天气很炎热，调酒师会来到桌前制作，来减少冰块融化稀释的时间。而这儿以海鲜为主的饭菜也非常适合热带的海边。这儿的每一家餐厅都会定期举办活动，换不同的菜单，完全不会觉得单调。酒店每天都有免费的体育课，经典项目是早上的瑜伽。我们在的这几天几乎没有什么风，早上7点空气已经有点闷热，因为是在室外的草坪上，虽然喷了驱虫水，仍然会有很多小腻虫、小果蝇在耳边嗡嗡。大自然的噪音也是心灵修行的一部分吧。最喜欢的是在健身房的运动，半小时的 Killer Apps 学生只有2位。在换 SUP 的时候遇到了快速移动的 Eagle Ray。下午太热又没有想去的活动的时候，可以去游戏室打桌球、乒乓、电子游戏，甚至有麻将可以打。说起来，我今年真的要学麻将了，有没有人愿意教我？因为是个新造的人工岛，这个岛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自家的珊瑚礁，也就意味着没有好的浮潜点。不过没关系，每天都有出海浮潜的活动。最幸运的是，在去找海龟的路上又遇到了海豚。白天的海水能见度更高，可以更清晰地欣赏它们的泳姿。这天刚好风平浪静，海豚一个个从波平如镜的水面上钻出来的时候，画面实在太过美好，以至于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 AI 生成的。AI 已经让我们无法相信真实世界的奇妙了，真有点悲伤。OK， 我们回到海龟。海龟会经常去同一片珊瑚礁觅食，但是珊瑚礁的面积很大，海龟又是独行侠，能不能看到海龟也非常考验前导的经验。去之前调整心态很重要，即使遇不到海龟或者碰不到其他大鱼，能在珊瑚丛中漫游也是非常幸福的事儿。连续3天出海，总共看到6只海龟，每次遇到一只，看到它如此从容不迫，都忍不住想跟它交个朋友，跟着它漫游一阵子。海龟需要浮到水面上换气，游动和觅食的时候，可能10几20分钟会上来一次。如果在休息，甚至可以在水下待上几个小时。据前导说，这一片珊瑚从前很美，但因为24年马代高温无雨，海表温度高达31摄氏度，这儿的大片珊瑚白化，健康情况大打折扣。
在不太健康的珊瑚丛，这种长得有点吓人的棘冠海星数量会猛猛增加，它会覆盖住活的珊瑚，慢慢把它吃掉。据说一只成年棘冠海星一年可以吃掉10平方米的珊瑚，入侵性很强。钱导说，就算把它们拔出来，也很有可能像病毒一样再长出来。在这儿能看出珊瑚丛中有什么生物吗？3、2、1，它就是伪装大师章鱼哥。有幸看到了它变色喷墨的过程，伪装术之高明，靠我自己是完全没本事看到它的。也看到了美丽但有毒的狮子鱼，还有优雅遨游的 Eagle Ray。珊瑚世界如此多彩，每天都想来这个珊瑚花园散步。我发现我害怕和自己独处，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我的脑子会自动聚焦在没处理完的问题、没做完的事儿，并质问自己：有这么多近忧远虑，你竟然敢在这儿无所事事？平时我会用垃圾信息的输入赶走脑子里的声音，但在岛上有更好的解法：跨上门口的自行车，边骑车边观察路边的植物，辨认林间的鸟叫。带上一本书去沙滩，在沙滩散步，观察小螃蟹，赞叹海的颜色如此梦幻。或者去水疗馆欣赏建筑之美丽，学习皮肤保养的技巧，做个全身按摩。平时就坐在桌前，紧绷的肩颈肌肉急需放松。在岛上的第3天，我终于觉得可以松一口气。可惜很快就要走了。酒店的服务非常贴心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惊喜，但一大遗憾是完全接触不到本地文化。好在可以跟工作人员聊天。本地前岛 Samahu 人很可爱，来自一个叫做迪古拉的居民岛，人口600-700，以长尾沙滩和经常有鲸鲨出没而出名。他本身也是非常棒的水下摄影师，会自由潜到很深的地方拍动物，在 IG 上很活跃。另外一个法国前岛 Thomas 看起来很年轻，但已经在10几个国家做过潜水教练。他说这家酒店对员工非常友好，同事关系也很不错。聊得最多的是接待我们的服务生，来自南部的一个岛，据说也是以鲨鱼群吸引了很多潜水爱好者，但他自己就很害怕潜水。马尔代夫人通常会好几种语言，本地的迪维西语、英语，还有因为经常看印度电影、电视而学会的印地语。老婆孩子在家乡，男士在首都或者度假岛赚钱，似乎是马尔代夫普遍的生存模式。由于大部分岛海拔不到1米，而海平面在缓慢上升，所以政府需要建人工岛来自救。但如果建得过多，又会破坏海底生态，减少海岛的天然屏障。因此，我们的前岛非常反对大肆修建人工岛。不和本地人聊天，不知道天堂也有如此真实迫切的大麻烦呢。在马尔代夫的视频里，你永远看到的是水清沙白，所以当我在海里看到飘过的塑料瓶时，非常震惊。沙滩上也看到了其他垃圾。酒店本身几乎没有塑料用品，工作人员也会每天巡逻清理。垃圾可能是从印度洋沿岸国家被洋流、季风和潮汐带过来，而在清澈的玻璃海中更加的刺眼。马尔代夫有3柜：交通、住宿、吃饭。我们新开了 Amex 白金商务卡和万豪集团的 Brilliant 信用卡，开卡赠送的积分足够支付5天的房费。度假岛的食物贵到惊人，最省钱的大概是在岛上过生日。酒店在2天内给我送了4块蛋糕，点的各种非酒精饮料也会免费。生日晚餐分量惊人，可以连吃3顿，所以这4天有1天全靠酒店的投喂。当然，代价是那天的血糖应该是爆了表的。带着晒黑的素颜和充足的维他命 D， 依依不舍地跟天堂说再见。每天不化妆，走的时候却比来的时候更加精神，是优质度假的信号。在马代的日子总让我想起另一个人间天堂大溪地。关于这2个地方孰美，大家各有争议。我个人更偏爱有山有水的大溪地，离大陆更远，美得更纯粹。
但马代的酒店房间更符合我的审美。如有兴趣沉浸式体验一下大溪地，可以戳这里哦。